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6月28号，视频来讨论一下昨天提到的一个观点：如果比特币真的是在疯狂散乱上涨的结构，32K 突破，下一个上涨目标位会到哪一个位置？因为去年也是利用这个高斯通道线2万开始重仓抄底，包括15K 抄底的一笔多单，也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给我抱住。现在也是有发现，高斯通道已经是站上了这个上轨。那下一个买点的位置也是有朋友在问，下一个买点要怎么来判断？以及去年的时候，这个高斯通道参考性也是非常的高啊，只要周线里面转红的位置空间跌个接近 50%， 该抄底还是要抄底。19年高斯通道转红的位置，下跌的空间 40%， 底部就是底部，或者2015年高斯通道转红的位置，下跌的空间 50%， 底部就是底部。那等下来跟大家探讨，以及周线里面的这一个波浪的形态，到底这几种数法对不对？包括其他的朋友也是有在提这种浪形对不对，也是正确的。那等下来探讨。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个高斯通道线啊，可以细心的观察一下。它整波空头的熊市，红色的这个通道已经放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，包括去年的时候，其实也是跟朋友们判断空间非常的难猜，底部的位置最终是在 FTX 交易所崩盘的点位，这个位置是跌了超过 50%，55%，跟2015年的那个低点是有高度参考性啊。如果我们参考2015年这个位置高斯通道转红的位置，你如果以这个低点去计算它的空间，可以拉到这个低点的位置，明显的观察一下，也是接近 50%。那现在的比特币已经是站上了这一个上轨，我们再参考一下里面有哪一些技术形态，比如说一波进攻，它在接近这个下轨的位置，它这边有整理完突破这个下轨，突破这个下轨来到这个中轨的位置，或者是在这个位置被动过了这个中轨以后，在这边继续整理，重新压回这一个中轨的位置，反复压回了1次、2次或者是3次。跟朋友们讲，这个位置应该就是在集结。聊了有一段时间 ，26K 开始有可能低点可以逐步去分仓期货去做多这个比特币。那现在过了这个上轨的位置，我们应该再去参考历史的一些经验，在周线里面过上轨，它下一次的买点也有可能会重新再压回这个上轨。我们去看一下历史上，比如说2019年的位置，这边过下轨的时候有一次整理。过中轨的时候是没有整理，或者是只有一次短暂的一个压回，没有接近这个中轨，然后过上轨的位置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过上轨是不是有一次压回，真正的买点是继续压回这个上轨的位置，或者我们可以参考空间15年的第一浪的上涨，它在这个第一浪的上涨是涨了1倍多，没有超过2倍，如果是把这个上影线去掉的话，最多就是1倍多。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几次过轨道的一些位置，过下轨的时候有压回，甚至再破这个低点，然后重新再突破这个下轨，然后突破这个中轨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它这边也是有一次压回，甚至在过上轨的时候，这边也是有重新压回。它过上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1根、2根、3个，然后重新再压回这个上轨。压回上轨的位置就是很重要的买点，所以如果我们要参考空间1倍的涨幅，跟现在的1倍的涨幅，空间也是有高度相似性。我的观点是，朋友们如果还要买的话，也是不排除它在这个位置会不会震荡一段时间，去踩这个上轨。然后我们来聊一下昨天有提到的比特币波浪的形态。有几种数法都是正确的，然后我个人为什么偏向这一个12345，就是绿色的这个12345，一浪是到这里，二浪是到这里，三浪是到这里，四浪是到这里，五浪是到这里，然后这里面的三浪为什么这样子来数，就是三浪的高点是到这个位置，那我们要细心观察一下，大家记得这边启动的时候，这个低点是不是没有破这个低点，还要遵守一个法则，就是一浪启动，二浪回撤的低点是不能破启动点，所以这个低点是没有破。我个人观点，这个一浪、二浪，然后三浪是到
这里，4浪是到这里，5浪是到这里，也是可以接受的。我们要记得，当时这边4浪整理的形态是很多市场的人士有在提一个观点，这边是一个扩散三角的一个结构，是觉得比特币要这样子再崩下去，但是最终行情是这样子来走，所以你要遵循当时的一个形态，这就是一个奔走型扩散三角的形态。包括昨天的视频，有一个朋友也是在评论区提出来，谁说 B 浪的高点必须要低于那个 A 浪的点位？ABC 的调整，艾略特有说过 B 浪是必须要低于这一个 A 浪的高点嘛？这个观念是错的。如果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，这边比如说是一个3浪，它在走 ABC 的调整，有很多复杂的形态。你也可以看到这种，如果是 B 浪的高点过这种 A 浪的高点，也都是有可能，然后再走一个 C 浪。C 浪也不是说它必须要破这个 A 浪调整这个低点，它有可能也会高于这一个 A 浪的高点，或者是它要破这个低点，它就是一个扩散三角。也还有另外的一些形态，比如说就是一个 N 型的一个走势，然后它开始走 ABC 的时候，高点是在走低，然后低点也是在走高，高点又在走低，低点也在走高，然后高点继续在走低，这种就类似一个收敛三角的整理。所以这个位置到底是不是一个还是在区间震荡？如果这个位置 32K 过的情况下，那我的判断有可能就是昨天提到一个观点，它就是疯狂3浪上涨，2浪调整的位置就是在这边已经是正式确立。波浪理论有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难聊啊，我不知道要怎么跟大家聊，但是我的一个观点，有2手的浪形，大级别的浪形，有可能这边就是1、2，然后这边就是开启大3浪的上来，就是这边是1浪、2浪。32K 如果过的话，确定有可能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大3浪的上涨。那如果 32K 过，下一个上涨目标位会到哪一个位置？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。还有一个计算的目标位是在 35K 附近啊。如果是确定这个 32K 能过， 35K 我们也可以去留意一下。这边还有一个位置啊，也就是这几个低点的位置，到时候去留意一下。也是有一些压力，包括之前有跟大家聊到的 38K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位。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35K， 现在是整个周线里面比特币的整个上升通道，这几个高点是有一个通道，然后这几个低点连起来也是有一个通道。所以如果确定是疯狂的3浪，不管那一个周线里面的背离 KD 背离还是 RSI 背离，就看主力的心情，它量必须要跟上，有可能会不会继续达到这个 35K。 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，有朋友也是在讲这整个比特币日线的形态是不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，这种数法是正确的，就是波浪理论你要用出它的精髓，在浪形没有走出来之前，你可以数出很多的浪形，那不然我的观点其实有些朋友是没有听出精华。你要去观察，就是 N 型的一些高点的位置不要去做多，负 N 型的低点的位置不要去做空。比如说这个位置 N 型的高点，或者这个位置到底是不是 N 型的高点，是不是要走第5波，你也要防一点，它有没有一个4浪的一个回调，才走出一个第1波的上涨。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比特币短线的技术形态。先观察一下它这个 KD 还是在80上方，那不然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，它有可能还是在这个区间震荡，你可以利用低点的一些位置，看是不是要做一些高抛提息。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做了，从这个位置开始有跌下来，一直在继续加仓这个比特币，到最近是都没有在操作这个比特币，包括空单有信号，程序的信号我也是没有去做空啊。或者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的5天的成本，现在5ms 走平了。那区间震荡我们要观察一下，它是属于强势的震荡。我的观点是它是非常强势的震荡，表态的 K 线是在这一根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收盘价在这一根收盘上方的 K 线有几根，1根、2根、3根、4根、5根、6根，只有这一根是收在这一个里面，所以目前的整理的形态是属于超强势的整理结构，就类似之前的周线，在这个位置有跟朋友们判断过，周线的表态 K 线是这一根，然后收盘的价格，当时行情是来到这个位置，有跟朋友们讲过一个观点，是1根、2根、3根、4根、5根
5根的 K 线是收在这个收盘价上方，然后只有1根、2根，包括这一根3根是收在这个下方，所以后面下去的话也是跟朋友们讲，前面的整理形态是非常强势，但是它整理完它会挖坑啊，挖坑的位置就是很好的买点，跟现在的日线我的观点也是一样，现在看出来它是非常强势的一个整理形态，压回有可能它只是一个区间整理，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挖坑的位置，或者是昨天有聊到的 0.38 的位置，是不是在 28.8K 附近，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个高斯通道线，它的上轨位置也是非常接近 28.8K 的位置，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